当好多观众问我的时候，这款虎鹰到底好不好呢？我会回答他，如好。到底好不好？如好。哪里不好呢？如好。来吧，新玩具，今天我们来玩遗产线新出的这一套虎鹰。大一点的级别，这个盒子的切角就会是这种奇形怪状的啊。制品方面，官方挺大页的说明书，指示的步骤挺繁琐的，其实没这么多。作为正派角色这边最强战斗力，虎鹰的人气一直是非常高的。这一回的人形象其实遵循于动画片里边的那个效果，但是又像遗产这样16:9压扁的身材，扁扁宽宽的，看起来很壮硕，但身材方面总觉得方块的，胸口的这一块会很宽阔。翅膀上面有着不错的涂装，羽毛的纹理质感很好看，但是可惜这一面里边也有大量的偷胶空洞现象。翅膀有2段的关节可以来回的调整，甚至能包过来，这一块的旋转方向也能达到180度。同时第1节的羽毛还可以卸下来，当成武器放在手上。但是吧，老玩具的虎鹰这一节羽毛可是一个弹射的子弹，一边的小臂上边有一根臂炮，背后来看偷胶空洞的地方也不是特别明显。其实这款虎鹰的诚意做的还是可以的，起码不会像官方现在很多玩具偷着小臂的窟窿、小腿的窟窿，该堵的都给你堵起来了。但是呢，老版玩具背后的这2片羽毛是带弹簧的，现在只做成了造型零件。以前我在研究老版玩具的时候啊，我会发现这地方突然出现4个滚轮，不明所以。老版的虎鹰本身是一个3变战士，会不会它像其他的金属变体一样有那种载具的形态啊？利用到了这4个轮子，放在这样变成一个坦克大炮的形式。而新版的玩具呢，就连这4个轮子也取消掉了，而改成了刻画。你说它是为了还原吗？砍掉的第4个形态做了那个备用的轮子，而现在的新版玩具呢，又做成了刻画效果。哎呦，因为是老虎和飞剑共同融合啊，所以有一种基因混搭产物的意思，所以它有很多地方是左右不对称的刻画。手臂的这一面绿色的透明零件挺漂亮的啊。老版的玩具这条胳膊上面是2颗头，这里还有一个鹰头可以盖在老虎上面。但是新版的玩具貌似是因为成本的限制取消掉了，为啥这么感觉呢？老虎头上明显这里有一个卡扣，看到没？但是鹰头不在了，我觉着应该以前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是做了一个鹰头啊，可以扣在老虎的脑袋上。这个只能说现在成本缩减了吧，但是450块钱的价格其实不算便宜啊。人形的头雕刻画的非常细致啊，还原度、美型度也都可以。戴一个绿色的透明眼罩，牙齿一个一个的刻画效果真的挺漂亮的。包括老虎头上边的这些毛发质感，我挺喜欢这种刻画出来凹凸有致的感觉。身上的刻线，胸口的纹路，羽毛，但是它把偷胶这一面给你放在了前面，但是这个偷胶不算太明显吧，你可以把它当成花纹来处理。头部来回的旋转，注意后边的轴会稍微挡到一点啊，是一个球形关节。肩膀360度没有问题。打开这个盖子，不要从这样往起抬胳膊啊，因为下边是有卡扣的，这块等于是个变形的关节，掐住了。它的肩膀平举在这一端，2头肌360度可以旋转，胳膊肘1段关节也能达到90度以上。拳头没有可动，腰部左右可以旋转45度左右，因为变形结构的限制吧。但是这样的变形结构也做了转腰，这一点是好评的。胯部是齿轮关节，前踢120度左右，后踢也能踢平，侧踢90度踢平。大腿根部有旋转，膝盖这里1段关节可以折到90度。但是为啥说我觉得这个虎鹰成本限制挺严重的？在原始设计上边，我觉得这款虎鹰会更加的精彩。身上有很多的小细节啊，你会发现，在目前的玩具实物上边作用不是很明显。
膝盖的这块零件，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应该是带着一个联动出来的，也就是说这一块应该和膝盖这里边再进行一个锁定啊，然后把大腿的这块零件跟着拉出来。但现在呢，没有什么关联，你只能手动的拨。脚踝左右有接地，还是整脚面的，不错啊。而且小腿里边设计了不错的联动机构，后边看藏着老虎的爪子，也没有透胶。背后这里的炮，打开里边的插扣，可以180度翻折起来，两边都有卡的地方。同时你也能把它拿下来，握在手里边当个枪。但是左右偷胶偷的挺厉害的，拿在手里我觉得也不好看，插在后背效果会好很多啊。身高方面到头顶19.5公分左右，翅膀的最高圆在26.5公分左右，翼展打开后翅膀在将近42公分，所以整体来说这是一个 L 级，但是尺寸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大，可能也就是翅膀占了一些空间。然后我们来进入这一次虎鹰的一个非常好玩的变形过程。首先第一步，打开小臂下方的盖子，拳头藏起来。哎，能想着做盖子的官方就是好官方。这一条手臂上的武器可以不用摘掉啊，反正最后它搭载的也是在这位置上，我们就插这儿吧。肩膀上边的两个鹰爪子先拉起来，根部这里有一个插扣，是插在肩膀的缝隙里边的，但是实际情况嘛，扣的不是太紧。接着肩膀脱开，注意白色的零件这个位置是一个插扣啊，也就是说你在望起抬臂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让你从这儿抬呢？你会把这个插扣卸开，把这两边都打开，胳膊拉起来，胸口白色左右零件上边有插扣，跟这样打开90度转到后面去，然后翅膀往后掰，这两块胸甲90度打开，腾开这里边的空间，把后边的两个鸟爪子让过来，这一片尾巴贴上去，整体的前胸往下放，后边的整个背包往后拆开，中间的卡扣，脑袋旋转180度，折叠藏到胸口的空间里。中间带胳膊的这根芯儿啊，你只能从这个方向旋转90度，另外的一面是转不过去的，中间会卡着边。胯部一劈为二，从这里拆开缝隙，完全的打开。接着把这一块整个的翻转放到这一面来，我们就可以把上边的这一段双关节往里压，折回来。中间这里是有插扣的，记得把这个扣子固定到位，捏进去，卡住，然后顺势这条胳膊往下放，这里的插扣固定，放好。胸口上方这里侧面有一个板子，翻折过来，卡到这儿。白色的这一片胸甲左右再对插包好，结合，固定成这个样子，上边的这块盖下来。另外的一条胳膊，注意白色的肩膀位置插扣，对应棕色这里插合，后边的背包再往上摇，这个时候往过包腿部，这里的插扣和这里的插扣跟胯部进行结合，上下咬在一起，夹住，哎，就很结实了。前肢放下来，翅膀放下来，背后的这条胳膊我们旋转一下方向，注意这里有一个插扣，对应后背上边的一个卡点。前肢再变形一下，紫色的零件180度折叠翻上去，然后脚后跟翻下来，注意这里边在掏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小的联动，爪子转出来，这块往里折，从后边就会顶出来。但是因为料子软，而且这个地方没有穿轴啊，它是一个凸点轴咬的，会发现这个轴特别容易脱开，两边都是这样的毛病啊。这个是料子的原因，没有办法。在运作的时候，其实这一块的零件联动设计挺妙的，但是因为没穿轴，看这块的轴又脱松了，所以也很纠结啊，挺难受的。好吧，手动的把它捏捏紧。
最后，我们再调整一下后肢爪子的造型。总体来说吧，变形的过程还是挺好玩的，非常巧妙的一个上下肢的转换。但这也源自于老的玩具设计风格。其实，在老版的虎鹰玩具里边，它其实大体的逻辑是差不多的。这回的遗产线会增加了一些小的细节变动，比如说小腿这一块的变动变形，前肢。这一块因为是腿部嘛，可动性很好，而且爪子左右还能旋转有接地。老虎的头这一块可动就差了一些啊，脖子没有可动，但是嘴巴可以打开一点点。老鹰腿部的后肢这里的关节也是挺多的，根部这里还是个球形，可以打开，范围也可以。尾巴上下有一点点幅度。翅膀我们在人形状态下可以看到，活动的范围幅度还是挺大的，关节的轴也挺多的。挺漂亮的一些刻画效果，但是吧，因为后边鹰的腿部胯这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支撑起来挺容易劈开叉的，摆造型的时候注意一下。而且鹰的后肢这里没有左右旋转的接地方向。BW 的虎鹰战斗力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，但是可能因为动画片的篇幅原因啊，后续的虎鹰登场了没几集 ，BW 就完结了。这一次遗产的这款虎鹰玩具给我的感觉还可以吧，起码它变形结构方面继承了老玩具的那种好玩变形思路，而且在一些细节地方增加的这些联动效果，虽然说因为做工用料的问题吧，处理的不是很完善，但起码想着把这个东西做出来，我觉得在设计这款虎鹰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想法的。但如果你是 BW 老玩家的话，把玩下来这一套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不甘心。不甘心在什么地方？第一个啊，跨越了这么多年，又出了一款虎鹰，可以说这就是虎鹰的第二个模具没了。但进化方向好像不是很明显，反而缺失了非常多的东西。老玩具在伪装形态下的鹰形态被完全的切割掉了，甚至那头盖整个都没做。还有就是身上的一些弹射和弹簧机构也取消掉了，成本控制嘛。再加上身上的空洞的地方肯定是要比老玩具多一些的，好在是在整体的一个可动性方面是要比老玩具提升了不少，但是整体的美型来说，我觉得又好像没有老玩具做的那么漂亮。现在这个遗产线的这个身材啊，真的是挺纠结的。所以可以这么理解，老玩具是被4个形态砍下来的 3.5 形态，而遗产线的这款虎鹰是从老玩具上边又砍下来的，只剩下了2个形态。哎，怎么说呢，挺尴尬的吧。这也是为什么这2款其实在元旦之前就拿到了，只不过一直没有时间拍，所以我在做年度总结的时候也没有把它们算进去，因为它真的排不上特别好的，也排不上特别烂的。所以年度评选有没有他们，我真的觉得无所谓啊。真要给他一个什么评价呢？当好多观众问我的时候，这款虎鹰到底好不好呢？我会回答他如好。到底好不好？如好。哪里不好呢？如好。那么得嘞，遗产线的这款虎鹰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